2024年3月，玉郎湖区那个被寄予厚望的第2 CBD 项目，第一轮招标没有成功，政府推出 6.5 公顷地段，几家开发商联合报出每平方英尺640新元的价格，政府认为太低，没有接受。到了2026年初，政府调整策略，把这块地拆小，分阶段推出。3月，第一块 3.7 公顷的白色地段先放进备售名单。6月初，这块地正式转入正选名单。7月开始招标。跨国开发商为什么不愿意在那个时间点出手？西部门户的规划是不是遇到了阻力？今天我们来拆解这场城市规划与市场资本之间的博弈。玉郎湖区眼下推进的速度看起来慢了一些，但这不意味着停滞。更准确地说，这是新加坡面对全球经济周期时一种务实的风险考量。如果你住在金文泰或者玉郎一带，每天早高峰挤在地铁绿线上，大概会时不时望向窗外那些巨大的施工吊车和围挡。按照市区重建局的蓝图，这片410公顷的土地将在2040到2050年间变成提供10万个就业岗位和2万套住宅的第2中央商务区。对于在跨国科技企业工作的工程师来说，这意味着将来不需要每天跨岛通勤到滨海湾。但这套愿景目前似乎撞上了现实的减速带。全球高利率环境让资本变得非常谨慎，重资产投入的风险承受力明显下降。全长24公里的玉郎区域线，由于地下管线和地基工程复杂，部分路段通车时间延误到了2028年，甚至更晚。对于习惯了政府高效推进的本地居民来说，这种落差难免带来焦虑。玉郎湖区会不会变成一个难以落地的规划？尤其是看到海外不少新区最终发展停滞，担忧并非没有根据。但要真正看懂本地规划，不能只看施工进度。接下来，我们深挖那份每平方英尺640新元的报价，看看开发商和政府在算怎样的账。让我们回到那份每平方英尺640新元的报价。为什么大型开发商给出的价格甚至低于一些非核心区地段？答案藏在极度承压的资金成本里。这块 6.5 公顷的白色地段采用的是总发展商模式。根据原有招标要求，中标者必须建造至少 14.6 万平方米的办公空间，约1700个住宅单位。这意味着中标者不仅要建办公楼和住宅，还要承担整个区域的基础建设重任，包括复杂的地下基础设施、区域供冷系统，甚至规划无缝连接的公共空间。过去低息时代，这或许是抢占先机，但在目前的高利率环境下，这笔巨额的前期资本投入对任何单一财团的现金流都是极大的考验。我们算一笔账，目前商业地产的贷款成本普遍处于高位，而建成后的租金回报率却面临后疫情时代居家办公的冲击。跨国科技企业对大规模实体办公空间的扩张变得非常保守，很多公司都在优化办公空间。在这样的背景下，开发商自然要在土地报价上压低价格，以对冲未来的不确定性。面对资本的试探，新加坡政府的回应非常具本地作风，务实且不妥协，直接宣布流标，本质上是政府向市场释放明确信号，国家有足够的财政定力，不需要在周期低谷低价释出核心资产。相比于短期的账面数字，政府更在意土地的长远价值。更巧妙的后手在于，国家发展部已明确将在2026年调整策略，把原本庞大的地段分拆成较小的地块，分阶段推出。这不仅是顺应市场，降低开发商入场门槛的灵活调整，也是一种稳妥的防守。试想，如果现在勉强让单一财团低价拿地，未来整个玉郎湖区的商业定价权甚至发展节奏都可能被垄断。这种看似退让的分拆，恰恰把区域发展的主导权重新牢牢握在政府手中。资本可以观望，但城市规划的齿轮正以自己的节奏运转。那么，这种慢下来的底气
究竟从何而来？其实，如果我们拉长历史的焦距，就会发现新加坡在大型基建上从不追求短期速成，真正的底气来源于对长期规划的深刻理解。看看今天引以为傲的滨海湾，很多人可能不知道，滨海湾的填海造地工程早在上世纪70年代就开始了，但填土完成后，这片黄金地段并没有立刻盖满摩天大楼，而是经历了一段漫长的留白期，直到地铁网络完善，直到全球金融中心向亚洲转移的趋势彻底确立，滨海湾才在近40年的时间跨度里分阶段完成蜕变，最终成为核心金融区。如果当年为了短期成果而盲目开发，遇到97年亚洲金融风暴或08年次贷危机，留下的大概率是难以消化的闲置项目。可以参考国际经验，伦敦金丝雀码头在转型初期，初代开发商由于扩张过快，在宏观经济衰退时，关键的交通配套如银喜线的延伸段迟迟没有跟上，交通不便导致企业不愿入驻，资金链断裂，最终直接宣告破产重组。新加坡太清楚这种急功近利的代价。回到玉郎湖区，玉郎区域线虽然延误到了2028年，但交通骨架先行，产业按需落地的规划思路并没有改变。可以看看北部的榜鹅数码园区，它同样没有急于求成，而是将网络安全、物联网等科技产业与新加坡理工大学的校园深度融合，稳扎稳打地构建产学研生态。玉郎湖区也是一样的路径，先用地铁网络完善区域内的交通连接，然后根据全球科技产业的转移节奏和本地企业的实际扩张需求，分阶段逐步落实发展。这种慢根本不是效率低下，而是在复杂多变的经济环境中，为国家资产保留足够的弹性与容错率。当经济周期下行，过度杠杆化的新区往往难以收场，而新加坡这种稳扎稳打的基建定力，才是吸引跨国企业长期驻扎的最强背书。从大型招标的流标，到2026年分拆地段的务实调整，玉郎湖区的每一步都映照出新加坡在面对全球资本波动时的冷静与克制。在这个充满不确定性的时代，不为了表面工程而透支未来，坚持按需规划，或许才是最大的确定性。作为在新加坡生活或工作的一员，无论是科技公司的工程师、专业人士，还是关心资产配置的投资者，你对玉郎湖区未来的潜力怎么看？在交通网络逐渐成型的未来，你会考虑把家或公司搬到西部吗？欢迎在评论区留言，分享你的真实感受和判断。如果你喜欢今天这种从本地视角探讨城市规划与经济发展的内容，请记得订阅我们的频道，并打开小铃铛，在不确定性中寻找确定性。我们下期视频继续为您深度解析